大家好，我是交通小王。冰柜盘管盘完了，如何清洗系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原来的管漏了，管道中可能会有水分、杂质，所以管盘完以后要清洗一下，要不加上氟以后很容易出现脏堵和冰堵。现在管已经盘完了，马上连接起来就可以进行清洗。抽真空加氟，管盘完以后连接上毛细管，这是毛细管接过滤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高压管出来接过滤器的地方。现在过滤器先不要焊，先清洗系统，清洗完以后再焊接过滤器。怎么清洗呢？因为我是上门维修，所以拿氮气不方便，我就拿了这么个打压泵，用压缩机改造的。有氮气最好用氮气，不过用压缩机也没问题。可能有的网友会说，这样可能会把水分打到系统中，其实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空气中的水遇到凉的东西才会结成水珠。现在盘上的铜管和室温是一样的，并不凉，所以空气打进去以后，它不会在内壁结成水珠。如果管子外边有冰的话，那样打进空气，管道内壁可能会结水珠。现在是常温的，它就不会结水珠。首先咱们把加氟管接到压缩机的高压排气口，然后插上电往系统打气。打气以后，气体会从两个管路出来，一路从低压管转了一圈，从毛细管这头出来，一路从高压管进散热器，然后从下边出来。咱们用手堵住高压排气，让气体从毛细管这头出来。一时可以看一下焊接的有没有问题，如果毛细管不出气，那么说明焊接的可能有堵塞的地方，避免加上氟以后系统不制冷才发现这个问题。现在大家听到的呲呲响就是毛细管这头进行出气，这样不仅能把杂质吹出来，还能把焊接的氧化皮也能吹出来。一般吹个2到3分钟就可以。然后咱们再把高压松开，大家可以看到高压的压力也很大，瞬间把杂质和脏东西全部喷了出来。这样清洗几次，整个系统就干净了。确定系统没问题以后，再焊上过滤器抽真空，这样冰柜就不会冰堵和脏堵了。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如果还有没明白的，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咱们一起探讨。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我是交通小王。昨天漏氟的大保鲜柜，用户同意盘管，买了30多米，6个的铜管，一会儿去给它盘上。用户思来想去，还是修修合适，因为这个铜管吧，夏天用完了，天冷了，保鲜柜就不用了，放在那放着它不烂。如果买个新的，有可能还会烂透了。这个管壁特别厚啊，如果你买个新的保鲜柜，哪怕是铜管制作的，那管壁很薄，也是0.3几的厚度啊，和这个0.6到0.7的厚度完全不一样。这个管怎么也用了10来年，现在就出发去给它盘上。现在已经到地方了，就是这个大的保鲜柜，看过视频的应该都知道。拿管贴在表面，盘上一层，圆形管的印还在呢。2米的长度，70厘米的宽度。现在忙活了半天，把侧面的管已经固定上了啊，然后开始盘底部的管了。毛细管从这儿上来，从这儿开始制冷，冷气往下走嘛，最凉的地方要在最上方，这样制冷效果太好。现在管路已经连接好了，正在抽真空，毛细管和回气管捆到一起，让回气管给毛细管辅助降温。然后从这个地方打了个孔，直接上去了。这种柜子就是这种结构啊，修起来太麻烦。整个机主凹进去了啊，拿了个大砖头垫起来了，要不需要趴底下才能维修。抽完真空，一会儿加上氟，看看制冷效果怎么样，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刚才打的口，拿热熔胶全部给它封死。一共打了2个孔，所有铜管已经盘完，大家猜猜用了多少米啊？
买了36米还没够，然后又接了2米铜管，盘的有点密啊。不过这种柜子呀，放烧烤的要求温度会低一些啊，要略微结一点冰，效果才好，并不是说放蔬菜的5度以上，最好能达到零下5度，所以要盘的密一些。原来它的管子也挺密的啊，下边也是，这样下边一共盘了8道管子，密密麻麻的。现在正在加氟，抽完真空以后，先把浮瓶接上，然后打开浮瓶，让它往里吸，吸到平衡压，吸不动了，再通上电，让压缩机运转，继续往里吸。现在静态压力3个压，打开电源，压力立马下降，压缩机的吸排气性能还可以。这个压缩机是万盛的秋地91，加上氟以后，立马就结霜了，结霜特别快呀。上面3根管已经接满了，冰凉冰凉的。这根管也结霜了，后边的管也凉了。刚加了1瓶，估计1瓶不一定够啊，转一会儿看看吧。这个毛细管是直径2毫米的，外径2毫米。134A 的冷媒毛细管一定要粗，如果是600A 的，外径1.8的就够了。600A 的毛细管细。现在看看回气压力，不大够1个压，应该差不多了。回气管用保温套了起来，用手摸着冰凉的，但是没有结水珠。压缩机也不是太烫，温度正合适。目前制冷系统完全没问题，也没出现冰堵的现象啊。现在冰柜已经全部维修完毕，运转了40分钟了，完全没问题。里边冰凉冰凉的啊，管上全是霜啊，这全是白霜，效果特别好啊。干着闷活啊，600块钱用了36米管啊，忙回头，马上吃中午饭了。好了，本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这个5P 的至高调滑机开机以后，运行指示灯和化妆指示灯闪了，查了一下过量代码是通讯故障，怀疑是内基板坏了，一会儿给拆开看看。下边就是海鲜的鱼缸，特别潮湿，上面就是空调，有可能海鲜的海水啊蒸发以后有腐蚀性，把板腐蚀了，拆开面板看看就知道了。打开以后盖板里面全是水，一直往下滴水呢，也不知道哪来的水呀，空调放了1冬天没用了，看空调上面长的全是这种毛毛，就知道有多潮了。里边全是黑的，全是黑点的，全长毛了。主板就在这个位置，把这个铁板拿下来就看见了。现在电脑板的盖板已经打开了，这3根线是通讯线，看这个线的铜丝有点发黑呀，也受到腐蚀了。一会儿把这3根线重新拨一下铜丝接上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可能就是主板的问题了。如果这3根线导电率不好，也可能造成这种现象。先弄一下试试，线头重新接了一下，空调好像好了。现在运行灯一直闪，别的灯都不闪了，应该是待机状态。然后咱们给它开一下机试一下，没找到遥控器，应急开关捅一下，现在已经吹风了，呼呼的，而且感觉风特别凉了。一会儿查一下运行和保护指示灯闪什么意思啊？刚才查了一下，这2个灯闪是什么意思呢？强制制冷啊，不是报故障，是强制制冷。因为我刚才怼这个小窟窿里边有个按钮，这个按钮是强制制冷按钮，按上以后这俩灯闪，就是机器强制制冷啊，不停机嗷嗷的制冷，这样这个空调就没问题了。一会儿配个万能遥控器就好用了。
现在通上电以后，运行指示灯闪烁，处于待机状态，完全没问题。所以遇到通讯故障的空调，首先要看一下通讯线有没有问题，最好是更换一下。如果换了还不行，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大家还记得这个大保鲜柜吗？3天之前刚给它加的氟，用了3天，不是冷了，氟又没了。看不看见这个地方是个烧烤店啊？加完氟以后，用户拉到烧烤店准备做烧烤了，就用了3天呐，点太背了。1341的就是不行啊，漏得快。加氟口打开以后，刚才就出来一点气儿啊，因为用户修完以后放了1天没用。如果一直用的还能好点，放着不用漏得更快了。看上里边的铁管啊，已经烂得太厉害了，估计有个大洞。用户说让我再过来看看，实在不行给他把管换了，要不他还得买个新的。买个新的吧，用一夏天，冬天又得放起来不用，放起来不用管还容易坏啊。如果盘上铜管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用6个的铜管盘的话，管壁特别厚，即使放的话它也烂不坏啊，10年应该没问题。一会儿和用户协商一下，看看他换不换管吧。现在的保鲜柜你即使买个新的也不抗烂了，冬天不用就废，可能第1年2年没事，第3年就有可能管烂透了。现在的质量就这么个样，没办法。这个大保鲜柜我刚才量了一下，内径长度2米，宽度70厘米，高度18厘米。如果要盘管的话，侧面要盘3道管，下面2道、4道、6道、8道，想想吧，转一圈就是5米4、2米70、2米70，一圈5米4， 3圈的话就是16米多了。16米多，底下1道就是2米，现在是9道，18米，18米加16米，34米管，再加上接头就到35米。现在1公斤也就买个8、9米左右，如果35米管就得4公斤多，4公斤多成本就得300多块钱呢。这活少于600就不挣钱了，盘这么多管特别费功夫啊。跟用户说说，还是让他买个新的吧。盘这种管费时不挣钱呢。大家觉得这种活如果盘管报600你干不干？估计没有1上午是干不完。一会儿和用户说一下吧，如果他盘管的话，下期就和大家分享视频。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我是交通小王。空调用年数长了，移机的时候铜管轻轻一微就憋了。为什么铜管会憋呢？一般有2种原因，一种是年头长了铜管变硬，再一个是现在的铜管管壁很薄，这么看很明显。以前的老铜管管壁厚，管壁越厚微的时候越不容易憋。再一个是现在的铜管含铜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可能添加的别的东西，所以铜管很容易变硬。因为以前拆过一些老空调，用了20-30年了，那么老的空调拆完以后铜管还是软的，最主要的是它那个铜管颜色有点发紫的颜色，就是所谓的紫铜嘛。现在的铜管都发黄，特别明显啊。如果是紫色的那种铜管就很软的，可以说用过几十年依然很软。但是现在都是这样的铜管啊，这个铜管还是原厂的呢，原厂的铜管管壁更薄，可能还没有你后来买的厚，所以空调安上了，只要用了1年多，再拆下来这个铜管轻轻一微就憋了啊。这还是9个的铜管，如果是16、19的更别提了。那么有没有好的方法让它微不憋呢？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看这个地方啊，很容易就憋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方法，让它微不憋。什么方法呢？比如说咱们要在这个地方打个弯，那么现在咱们就要在打弯的这一段给它加温。加温的作用是为了让铜管退火变软。干空调维修的一般都有这种小气焊，如果没有的话，用喷火枪也可以啊，只要给铜管加温，它就会变软。用火把铜管给它烧红，烧红以后就退火了。
这个火力特别旺啊，一烧就红了啊，特别明显啊。烧完以后等它自然冷却，或者用水给它降温都行。现在铜管已经凉透了，咱们煨一下啊，看见没有？轻轻一煨就煨动了啊，也不会憋，很软和，很软和啊，特别软，完全没问题。这个地方是烧过的，这个地方是没烧的，没烧的特别硬，一下就憋了啊。烧过以后冷却了，要立马煨，要不过一会儿啊就要变硬了啊。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我是胶东小王。空调压缩机如何加注冷冻油？最近有很多网友问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冷冻油的加注方法。这个就是一瓶压缩机的冷冻油。这个空调看过视频的都知道，压缩机卡缸了，然后用我做的大启动器给它启动开了。现在压缩机能正常运转，为了能让压缩机以后用得住，所以咱们给它补加一些冷冻油。其实加注压缩机的冷冻油一共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从空调的加氟口加注冷冻油，相当于加氟一样，接上管，然后把管放到冷冻油中，让压缩机自己吸进去。这种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大家可以看到粗管加氟口的角阀里边连着这根管道，这根管道是从上面4通阀下来的，就是说室外机的角阀连着铜管，然后通过4通阀切换到了这根铜管，然后又这么转了一圈，到了这个气液分离器，然后再到压缩机。这个管路是比较长的，如果加油加的少，可能流不过来，所以就需要加更多的冷冻油，而且还需要长时间的运转，可能会把油完全吸到压缩机中。这种方法加油虽然简单，但是用到的冷冻油会比较多，所以简单的方法不一定适用。然后咱们给大家说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比较直接了，直接把这个连接气液分离器的铜管焊接下来，焊完以后把油直接倒到这个出液管中，这样加油效率比较高，当压缩机运转的时候，油直接就吸进去了，以达到运滑气缸的效果。今天就和大家分享第一种加油的方法，因为把它焊下来会比较麻烦一些，对于新手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如果用管直接加很简单。首先咱们找一根报废的加氟管，这个加氟管一定要带顶针的啊。接着咱们把加氟头拧到角阀上，拧紧就可以了。此时2个角阀的阀芯都是打开的状态，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吸气，从这个地方排气。现在加氟头拧上以后，从这个地方也能吸气，上下都能吸，但是你如果用手把它堵住以后，它就会从这里边吸气，然后就把冷冻油吸到压缩机中了。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咱们把加氟管放到冷冻油中，接着咱们就通上电源，让压缩机开始工作。现在咱们启动压缩机，然后用手堵住这个口，油就被吸进去了啊！看啊，一堵住这个口，油直接被吸进去了。因为这个地方吸气嘛，用手一堵，它就从这个管道开始吸，把里边的油就吸干了。不用加太多，正常加个200-300毫升就行。这种加油方式还是比较简单的，相信大家一看就会。下期和大家分享从气液分离器的地方加油，喜欢的朋友可以观看一下。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我是胶东小王。今天网购的正新轮胎到了，这个轮胎是电动车上用的，还没有拆缝。这个轮胎是我前一段时间在实体店更换的，也是正新轮胎。这个是轮胎标志，这个轮胎一看就是正品啊，包括轮胎上都有正新的英文字母。这个轮胎换一个100多块钱，连人工费，如果不加人工费，光一个轮胎也是几十块钱的。因为换这种真空胎呀比较麻烦一些。然后电动车的后轮胎
也磨损比较严重了，所以我网购了一个。这个轮胎商家说也是正品，一会儿就给它拆开看看，和这个正品轮胎有没有区别啊？他们说轮胎网上假货多，不过一搜索正新轮胎出来的一大片啊，都说是正品。以前我的三轮车在网上买过轮胎，买回来以后是假的，当时看不出来，用了3、4个月以后，轮胎的侧面全是裂纹啊。然后我就把轮胎退了以后又重新买的，这个轮胎是正品。现在快1年了，一点事没有啊。正常如果好的轮胎，即使到报废，侧面也不会出现裂纹的，全是口子啊，看着都要爆胎的感觉啊。这个轮胎也有商标，正新的商标。正品轮胎就是不一样，不但耐磨，而且扒地力还好，柔软。现在用篦子刀给拆开。如果这个轮胎不是正品，立马给退了，7天无理由退款。由于上一次出现过上当受骗的经历，所以这一次包装一拆开，我就发现这个轮胎是假的，一眼就可以看出。下面就把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不再掉坑。首先看商标，看这个商标啊，明显是印上去的，而且印的呀都有问题，这个地方就跟掉漆一样啊，印刷技术特别差。然后看看原厂的啊，看这个商标，这个商标一看就做工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地方全是油漆，没弄干净，而且清晰度特别差，特别模糊啊。包括后边这几个字，原厂的就不一样啊。看，最重要一点是什么？看它这个轮胎啊，上面全是这个小毛毛，全是胎毛。正品轮胎也有胎毛，但是并不多，而且拽不断啊。这个胎毛特别粗糙啊，太假了。看着啊，轻轻一拽就折啊。还有哪一点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轮胎上的钢印。看这个轮胎，正新轮胎啊，做轮胎的时候直接铸造的 CST， 而且还不止一个，反面也有啊 CST 商标。它这轮胎上根本就没有 CST， 所以从这一点可以区分开是不是真的正新。这个直接就是印刷上去的，太假了，一看特别模糊，而且全是毛刺儿。这种轮胎最多3个月啊，侧面全是裂纹，因为它这个橡胶用的很少，所以2、3个月以后即使不用，上面全是裂纹，密密麻麻的啊。而且这个轮胎拿着特别轻啊，所以咱们可以通过这几点可以区分正品的正新还是假冒的啊。一是看商标，商标清晰，颜色特别深，做工特别好。再一个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轮胎上的钢印啊，就轮胎上正新的字母。再一个是看胎毛，正品轮胎上的胎毛并不是太多，即使有也是很短的胎毛啊。这个轮胎一会儿就给它退了，退货包运费嘛，太假了。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就这3点啊。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今天过来维修一个大的保鲜柜，烧烤用的。这个保鲜柜用户放了3、4年没用了，插上电以后略微有一点凉，就是不结霜。这说明这个保鲜柜肯定是缺氟了，因为它很凉，就是凉度不够，放时间放的太长了，氟慢慢跑了，管路肯定有点问题呀。下边全是管啊，两侧也有管挺多的。我建议用户盘管600块钱，用户嫌贵，说先给他加上氟，看看能不能用一夏天。如果能用一夏天，明年就不要了，所以现在就给他加氟。这是下面的制冷机组，压缩机 QD91的，不是太大，因为这个是个保鲜嘛。冷媒 134A 的，以前和大家说过 134A 的冷媒加上氟以后，漏气会比 600A 的要快一些，因为它工作的时候回气压力比 600A 的要高一些，所以撒气撒的要快。但是用户要求加氟，那也是没办法的，就给他加吧，要不就收50块钱上门费走人了。因为这个冰柜毕竟这么多年了，盘管来说，用户还赶不上买个新的。
但是盘管如果费用少了，咱们也不合适。现在铜管这么贵，不过它这个漏的还是比较慢的啊。放这么多年，现在掐开管看看里边还有多少气儿啊？里边还滞着冷呢，但是只有水柱，风扇、压缩机都正常运转啊，里边肯定还有伏。试试小呢，加上伏看看吧，看整的效果怎么样？略微多加一点，多加一点能漏的时间长。现在的冰柜只要坏了，一般都是漏，80%以上是漏，10%以上是压缩机坏。其实不漏，压缩机一般不坏，还有10%就是风机损坏。风机损坏修就比较简单了，其他两个问题漏的最多，因为大部分都是铁管的。如果是铜管的，放个几年应该也不会漏啊。现在的冰柜都是这个问题。现在焊了个加氟嘴，然后接焊管抽一下真空。说是抽真空，其实就是把残留的气体抽一抽，不用抽的时间太长，因为管路有漫漏的地方，抽时间长了也容易把空气抽到管道中，也就抽个3-2分钟就可以了。现在正在加氟加液体，一罐应该不够。里边听到制冷剂喷发的声音了，呲呲响。这种声音说明氟还不够，够了以后这个声音就是连续的声音，不是间断性的。回气压力还是比较低的，半个压。现在这种天气估计怎么得加到1个压才对，加到1个压氟应该就够了。现在正好加到1个压，看看效果怎么样。回气管有点凉，但是还没有接水珠，接水珠就多了，还需要运转一会儿看看。箱体两侧已经特别凉了，马上就要上霜了，感觉冰凉冰凉的。全是水珠，完全没问题呀。用多长时间就靠运气了，运气好用3月没问题，运气不好可能就1个月就完蛋。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那厂队正好啥，完说报废换个新的。它就是前轮一压，那个钉子先立起来了，然后后轮嘎上它，是吧？对，是钢丝儿，就压上。这是钢丝儿。这玩意儿咕嘟咕嘟的，怪能怪啊！液体啊，对，液体。这玩意儿修冰箱有这玩意儿，冰箱管漏把这个打进去啊，然后从漏点直接堵死了漏符的地方，然后冰箱那不行，冰箱有这玩意儿好啊。这还有车带橡胶。嗯。冰箱用这可能味儿就串了。不，它在管道里边就漏符，冰箱管自补，是吧？哎，谁研究个那玩意儿可厉害了？是啊，是不是啊？就怕堵毛细管，不堵毛细管。研究吧，人家研究完，人家这冰箱卖的那些厂家可能不好。对，厂家不愿意了，都能修呢，冰箱没人卖了。都能修的谁？这还用过一会儿吗？不用，打上就能修。我要主人打进去它自动就给把眼儿堵死了呗。对，自动堵死了。现在不漏了那个地方，这么快。现在转一圈。哎，气人怎么不出气儿呢？没气儿呢。啊，现在没有气儿了。还没打呢。你刚才把气儿放了。对，把那个我说呢，这个胶啊吹里去。你不用转一转，现在不用，现在不能转，打上气儿再转。现在这样的话，就全给堵到一个地方。这味儿好啊！没声了吧？啊，不漏了。流出来了，从那地方给护死了哈。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不行了，不靠谱哈。你能把那个圈那个地方是卡，它又不是圈漏。对，这就没事。哎呦，400毫升呢。4G 通用。这就行了。35。不，
修车的优势是这个地方堵死了呢？啊，从这个地方，没声了吗？这个地方原来你打的气儿小，就听不见你。我这压力大，能听出来。直接我们小凝固里边也有个那个啥，啊，这没事。他修的不专业。这家是确实没人那边也。从哪儿骑过来？这就行了，能骑了啊，骑就行。今天过来给用户改一套系统，这一套室外机坏了，然后用户说这个室外机不用了，把这个室外机和它两个换一下。这个地方有防盗网，如果拆机器的话需要嘎防盗网，所以我决定机器不拆，直接把这个铜管和上面铜管连接起来，这样就不用嘎防盗网了。防盗网嘎了以后怪麻烦的，这个是以前换机器的时候嘎的，嘎完以后就需要焊上去，特别麻烦，所以现在把管子给它连接起来就可以了。这个机器完全没问题，两个管都结霜了，现在里边不用了，一会儿给它拆掉，先把符给它收了。断电，收完符以后拆管儿，现在管路已经接好了，对接上了，一会儿把符放出来就可以了。管子接好以后，通电开始工作，符屏接上了，稍微补了一点，吸管立马就接上，因为它里边是盘管，里边是个大冰柜呀，盘管的。所以必须要接霜，粗管冰凉冰凉的，马上就要接水珠了。刚开始运转，估计运转一会儿有可能也会结霜，一会儿运转半个小时看看效果怎么样，看看里边箱体结不结霜。现在机器已经运转了20多分钟了，制冷效果特别好，粗管和细管都结霜了，特别粘手啊，拔拔凉。打开盖，冰柜里面结霜了，全是白霜。效果特别好啊！这个大冰柜这么老长啊，整个空调机带的啊，有1500多立升，5米的长度，所以冰箱压缩机是不行了。看这面也结霜了，制冷效果杠杠的，里边也结了白霜了。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我是胶东小王。电动车的电瓶用时间长了，感觉续航没有以前好了，怎么办？这个电瓶是一个12伏20安时的铅酸电池。我的电动车一共是4块，也就是48伏20安时，现在已经跑了1年多了。冬天的时候感觉续航明显下降，因为天气冷嘛，铅酸电池的续航如果在温度低的情况下，肯定会比温度高续航要衰减很多。不过现在马上到5·1了，天气也转暖了，续航还是明显下降，所以我决定用电瓶修复仪给它修复一下，让这个电瓶重新激活一下，把电量存储到最大值。以前也和大家分享了，有的朋友网购一些电瓶修复仪是那种简易的，重量特别轻，其实那里边什么也没有，就一个指示灯，说白了就是一个空壳子。它和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个盒特别重的，而且以前我的面包车电瓶没电了，都是用这个进行修复，而且修复完以后再也没犯过问题。那么用这个怎么给电瓶进行修复呢？首先第一步，把夹子夹到接线端子上，黑色的夹子夹到负极上，红色的夹子夹到正极上，千万别夹错了啊！夹上以后，虽然这时没有插电，但是在电瓶的供电下，这个修复仪现在屏幕已经点亮，显示电压12.7伏，电流是0安，因为现在并没有进行修复。如果插上电以后，它就会显示充电电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修复仪是12伏、24伏自动识别的，这点特别方便，只要夹上
它就可以检测出来是12伏和24伏，并不需要手动调节。这个地方有2个开关，一个是自动的，打到自动上；一个是摩托车或者是汽车。因为这个是电动摩托车，所以咱们选到摩托车上。如果选到汽车上，一般汽车电瓶容量比较大，它会增大充电电流，那样对电瓶来说会有所损伤。因为这个电瓶毕竟容量小嘛，所以咱们就打到摩托车上。确定没问题以后，咱们就把修复仪的插座插到插排上，然后安开开关。这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显示正在进行充电，充电电流 3.9 安，充电电压 14.2 伏。正常铅酸电池充满电以后，12伏的可以达到14伏，所以它这个充电电压要比额定电压要高一些。而且它这个充电是脉冲式的进行充电，这样才能把电瓶重新激活修复好。像那种饿死的电瓶，就是时间长了没充电的电瓶，然后电瓶没电了，拿电动车的充电器充不上去，也可以用这个进行修复。以前都试过，特别好用，只要电瓶没有鼓包都可以。由于这个电瓶的容量比较小，2闪一般修复个2-3个小时就可以修复好。咱们把这个电瓶放在这儿，然后过2-3个小时以后再看看修复完以后电压能达到多少。一般修复完以后，这个电流就变成0了，就显示没有电流输入了，那样就修复完成。现在是2.4安，还在继续充电，放在这儿等一会儿看看吧。现在充了2-3个小时了，电池已经充满了，修复全部完成。看这充电电压 14.5 伏，电流是0，电量显示是满电状态。然后咱们把电源关死，关死以后，现在电瓶的电压是 13.9 伏，电压是特别高的啊，原来12伏多。这样把它拿下来就可以了。这样电瓶修复完了以后，电量特别足，应该再用过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好了，本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我是交通小王。昨天和大家分享了咱们用大容量的电容制作了一个空调压缩机的超级启动器。今天咱们就测试一下，看看这个启动器对于卡杆的压缩机好不好用。这个就是一个2匹的柜机空调，这个空调的室外机现在压缩机卡杆了，启动不起来。这个电容就是空调上自带的原装的电容啊，没有被更换过。电容的容量是40微法的，因为这个是2匹的嘛。这个电容更换过60微法进行测试，也是启动不起来的。所以今天咱们就用自己制作的大容量启动器100微法进行启动。这个启动器有的网友说容量有点小了，其实完全够用。如果再大了，还容易把压缩机干废了啊。这个容量就已经可以了。这个具体怎么使用呢？给大家演示一下。现在找了一根电源线，直接连到压缩机的供电端子1和2上。因为这个室外机大家可以看到并没有交流接触器，正常内基板带继电器的，所以外机没有交流接触器。只要给1和2供220的电，压缩机就能正常运转。插座插上以后，现在咱们给空调压缩机通电，看看能不能运转。这个电容是它原装的，电容也是好的啊。咱们启动一下，声音特别吓人呐，卡得很厉害呀。压缩机压根儿就启动不了啊！一会儿咱们把这个大容量启动器安上去，看看这个能不能让压缩机运转起来。怎么安装呢？安装也是特别简单的。首先把原来电容的接线端子的线拔下来，这个是原来的红的，2根白的在一块儿。拔下来以后，拿来咱的大容量启动器啊。由于这俩电容是并联到一起的，所以这2个端口是随便插的，要不插到这个电容的2个端子上，要不插到这个电容的2个端子上。但是不要这么插，如果这么插，这个电容就串联到一起了，那样电压会升高1倍，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啊。现在咱们把红的插到这个电容的一个接线端子上，把2个白的插到剩下的2个头上。
这样大容量电容就和压缩机接到一起了。现在咱们给压缩机通上电源，看看卡杆的压缩机能不能启动开。压缩机平稳启动，完全没问题。压缩机正常运转，排气吸气了啊！压缩机启动开以后，说明卡杆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咱们把原来的电容换上，看看能不能再次启动。这个还是原来的40微法的原厂电容，现在已经把线接好了，原来启动不了啊。现在看看能不能启动开，插上电源通电，压缩机正常启动。关机，完全没问题。由于压缩机现在的空载啊，并没有加氟，所以噪音要比加氟以后声音要大一些。因为它现在压缩的是空气，并不是冷媒，所以它压缩比不一样，噪音肯定要大。正常压缩机为什么会卡杆呢？有一种情况是缺油，还有一种情况是空调长时间不使用，它的冷冻油啊，时间长了以后有点粘稠，气杆就卡到一定的地方就转不起来了。当你给它一个大扭矩运转起来以后，冷冻油就进行了润滑，所以它这个卡杆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对于缺油情况造成的卡杆，一旦压缩机运转以后啊，最好给它补加一下冷冻油，那样压缩机才可以正常的运转下去。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